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采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女人到中年，解锁中年女性魅力，性张力是关键。4个方法帮助你，女人千万别不懂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性张力是一种玄学，似乎比性吸引力更添几分高雅。它不似性吸引力那般直白，却更显独特与鲜明。性张力是情感与态度交织的性感，是内敛而富有深意的诱惑。它展现了性的微妙平衡与自我克制。拥有性张力的人，往往散发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攻击性，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感到一种莫名的紧张与兴奋。它们就像带刺的玫瑰，又似有毒的香水，危险却总是引人入胜，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。性张力，它强调的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，一种难以捉摸的氛围，就像湖面下潜藏着的生机，即便表面平静，却能让人感受到那股潜伏的力量。性张力即便被层层包裹，依然能够从内而外散发出迷人的诱惑。它就像一张拉满的弓，箭在弦上，引人好奇其威力，同时又因其潜在的攻击力而感到紧张与兴奋。性张力不同于性感的张扬与放纵，性感是欲望的释放与纵容，而性张力则是深藏不露，骨子里的撩拨。这种看似压抑，实则从细微之处流露的吸引力，更显得致命而迷人。性张力是被包裹的性感，性张力是一种含蓄的性感，却散发着无法抗拒的魅力。张曼玉在《青蛇》中的表演，那几幕与赵文卓饰演的法海之间的对手戏，被称之为性张力的巅峰时刻。她无需刻意展示身体的曲线，却能将女性的风情万种、美动人演绎得入木三分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。于南则将性感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，他以冷静和自持中流露出的情感波动，展现了性张力的真谛。他的魅力不是一览无余的，而是藏在平静外表下的情感波澜。这种内在的力量更令人着迷。他的美不是那种平淡无奇的，它不会让人仅仅停留在欣赏的层面，而是像一艘在汹涌波涛中航行的船，虽然充满危险，却显得坚不可摧，引人想要与之共历云雨。女人的极致之美就藏在这种满意的性张力之中。在《芙蓉镇》中，刘晓庆扮演的胡玉音，感情朴素而炽热。劳作之后，她的双颊泛起自然的红晕，额头上挂着晶莹的汗珠，她轻轻用帕子擦拭，然后盛上一碗米豆腐，目光中满是柔情蜜意，递到他面前。他则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，一边品尝着那软糯的豆腐。两人之间无需言语，却胜过千言万语。而在《西西里美丽传说》里，玛莲娜将一头秀发染成火红，身着一袭简约的黑色短裙，嘴里叼着一根未点燃的香烟，坐在广场旁的餐厅里。那些围绕着她争先恐后为她点烟的男人们，仿佛点亮了她半边的风情万种。再看《金瓶梅》中的潘金莲，她轻抿几口薄酒，面颊上泛起淡淡的红晕，眼神迷离地俯瞰着窗外的男人，那眼神仿佛能将男人的心都染成一片肉色。这是女性身上释放的第一层美，奔放热烈，身姿娉婷，郁而不淫。在《花样年华》这部电影中，张曼玉虽然没有开口说一句话，但她的眼神却像是一条无声的河流，流淌着无尽的情感。她身着各式各样的旗袍，优雅地在巷弄间穿梭，每一个转身都充满了故事。她的情感波澜壮阔，却只能被一个小小的戒指所束缚，藏在那合身旗袍的褶皱里。当她与人四目相对，连指尖的轻微触碰都显得异常艰难。而在《甄嬛传》中，华妃的出场总是那么引人注目，她只是轻轻地走几步，便能轻易地俘获皇帝的心。
同时也让电视机前的观众为之倾倒。她身披桃红色的丝绸睡衣，眼角含情脉脉，樱桃般的小嘴轻轻一动，便轻巧地勾住了皇帝的腰带。这是女性身上第二层极致的美，眼波流转，独具特色，从内外溢出属于她本身的生命力。这种轻微的亢奋感让人对她的下一个动作充满期待，就是一种独属于女人的美，性张力。她无关长相、身材、年龄，看似与性有关，实际不只是性，它是女性生命的张力。活出性张力是女人这辈子走向自我圆满的课题之一，它是你最本真的女性力量，让你的人生恣意、舒适、有力量。活出性张力的女人是怎样的？特征1，精力旺盛，有自己的坚定追求。一个有性张力的女人，一定不会让人觉得她们气血不足，相反，她们给人一种长期运动、作息良好、经期规律、每天泡脚的感觉。62岁的张小慧至今依旧能够持续直播26小时。直播中的她画着上翘的眼线，面若桃花，精神饱满。她说，我一天只有24个小时，我只在意美的东西。她旺盛的生命力源于她不给自己设限，同时内在有自己此生挚爱的追求。她说自己一生的爱人就是莎士比亚。直播时随口就是金句。看到这盘眼影，我想到的第一个形容就是画家波提切利的春。他为了美文艺了一辈子，真就应了那句话，年龄是一个女人最不该在意的枷锁。这样的女人无论什么时候都有旺盛的追求欲，她们的尽头是原始的生命力的表达。特征2，敢为自己发声，释放攻击性。在《繁花》这部剧中，辛芷蕾扮演的李李总是以一身合体的职业装示人，衣服熨得平平整整，没有一丝褶皱。然而她的一位女员工却故意不扣好扣子，任由春光外泄，领班因此向她抱怨。李李对这位女员工说，女人要想成功，靠的是智慧，而不是衣扣。黄河路上的老板娘来找麻烦，切断了整条街的货源，不给李李供货，让她难堪。李李对他们说，我至真园开店，向来都是和和气气的，但如果有人欺负我，我也不会坐以待毙。如果有赚钱的机会，大家可以来找我，但如果有人挡我的财路，我也不会手软。他将正经穿在身上，却把锋芒藏在心里，随时准备以智慧和底气应对挑战。这份内在的攻击性是她性张力的另一个来源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这样的女性不是正在为自己发声，就是在准备发声的路上。面对违背自己原则的事情，她们敢于表达自己的独特见解。当别人欺负自己时，她们不会随波逐流，而是坚定地反击，捍卫自己的权益。特征3，敢调动你的情绪，拥有关系主体感。有这么一类女性，她们的情感和兴致总是比其他人更加积极、多变和生动。比如女明星朱珠，她在一个时装秀上，其他人都保持着严肃和庄重，优雅地走着 T 台，礼貌地挥手致意，展现出一种端庄与大气的风范，而她却在高跟鞋的衬托下，行至中途时突然舞动起来，双手缠绕着向上伸展，尽情地舒展着自己的身体。观众们被她的举动所感染，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。我猜想她并非事先计划好，而是兴致所致，就是想跳个舞。当感觉来临，她便顺其自然地表达出来，悄无声息地点燃了周围人的情绪。这就是她调动情绪的魅力所在。再比如那位曾说我喜欢的男人最终都会爱上我的韩国女明星金敏喜，她拥有一张楚楚动人的面孔，但在爱情面前却总是主动出击。在每一段感情中，她实际上都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。她敢于主动追求，既可以是被追求的对象，
也可以是追求者，从不让自己处于被选择的位置，没有情绪调动的情感关系，就像一潭死水，缺乏活力和激情。而那些能够恰到好处地调动自己和对方情绪的女性，她们在情感的世界里无疑成为了真正的主宰者。特征4，活出矛盾感，完整而非完美。身份、外形和气质状态有冲突感的女人，都有一种故事性。色戒里的王佳芝让我们看到一个清纯朴实的女学生，如何一点点染上欲望色彩，使清纯与性感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特质在同一个身体里激烈对冲。女大学生知识包裹下的大脑，在性爱中逐渐挖掘，时而还原出兽的本性，时而重拾人的理性。她用手臂摩擦她的西装领，眼含热泪地说：“我恨你，这是爱，又是恨，是兽，又是人。”一个女人内在饱满的层次，就这样在矛盾对冲中释放到了极致，所以释放出来的性张力，像黄河一样蜿蜒，山峦一样叠嶂，充满天然去修饰的婉转曲折。就像有人说，舒淇的美，就像红酒，到了一定年龄才能品出味。47岁的她在海边拍摄的这组照片，将纯真和性感、乖顺和野性融合成一体，让网友惊呼美神下凡，海妖出世。身份和气质的反差，总是让人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故事感。就像色戒中的王佳芝，她那看似清纯的外表下，隐藏着逐渐觉醒的欲望，让原本对立的清纯与性感，在她身上碰撞出火花。女大学生的智慧与知识，在情感的漩涡中被重新塑造。在激情的瞬间，她时而展现出原始的本能，时而又回归到人性的理智。她轻轻用臂膀蹭过她的西装领口，眼中含着泪水，轻轻地说：“我恨你。”这复杂的情感，既是爱也是恨，既是野性也是理性。她的内心世界就这样在矛盾的碰撞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她释放出的性张力宛如黄河蜿蜒，山峦起伏，充满了未经雕琢的自然之美。有人曾说，舒淇的美就像陈年的红酒，只有到了一定的年纪，才能真正品味出其中的深意。47岁的她在海边拍摄的一组照片，将纯真与性感、温顺与野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，让无数网友惊叹，仿佛看到了降临人间的美神，或是从海中诞生的海妖。恰到好处的矛盾感是性张力的落点。以上4个特征不需要面面俱到，只要满足哪怕1道昂相，都会让女人很有性张力。这4个特质离我们并不遥远，它们是女人的天然属性。人到中年，是女性修炼性张力的巅峰时期。很遗憾的是，我们常常发现，大多数女人活了半辈子，不是越来越绽放，而是愈活愈压抑。当我们看到那些充满性张力的女性时，常常一边羡慕神往，一边不由得发问，到底要如何活出自己？2. 女人的性张力是如何被压抑的？成长的轨迹对许多女性来说，往往是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开始，她们跳过了展现女性风采的阶段，便匆匆步入了母亲的角色，肩负起了沉重的责任。在25岁之前，她们还是那个充满好奇和梦想的少女。然而25岁之后，似乎在转瞬之间，她们还没来得及完全绽放成熟女性的魅力，就已经成为了一位母亲。接下来的50-60年，她们的生命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扮演这个角色，有时甚至感到喘不过气来。她们需要在各种社会角色之间周旋，这种持续的压力使得许多中年女性的生命力逐渐减弱，光彩渐渐褪去。1. 当女性主体性被转移，失去了自我时，结婚之后，我们失去了往日的自由，转而成为了某位先生的贤内助，人们称呼我们为某太太。有了孩子之后，我们的名字仿佛也随之消失，
取而代之的是某某妈妈的称呼。当我们步入职场，我们像男人一样努力拼搏，被尊称为某主管，我们的存在似乎被各种角色和身份所定义。慢慢的，我们似乎忘记了女人的本性，对美的追求，对创造的热爱，对爱情的渴望，对生活的享受，以及对自己愉悦的追求。沉重的枷锁让我们渐渐失去了绽放自我的勇气，那份曾经的张力也随之消散，但我们又不再是自己，我们仍是自己。2. 当我们压抑攻击性时，中年女性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，就是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，努力避免任何冲突的产生。在本该挺身而出维护自己的时刻，她们心中却不断盘算着，我这样表达合适吗？我这个年纪做这样的事情恰当吗？如果我得罪了他，后果会怎样？他们往往选择忍气吞声，仿佛必须掌握某种火候，以保持外表的体面和尊严。然而，随着我们越来越擅长扮演一个体面的中年人，我们似乎也逐渐远离了那份属于女性的独特魅力。回想一下，你已经有多久没有放纵自己，尽情地发疯了？在我们想要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时候，又有多少顾虑束缚着我们？其实，适度地展现自己的攻击性，释放内心的愤怒，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那股奔腾的畅快淋漓。3. 当我们丢失了松弛感时，那些从不放松的女人，无论是在学习、工作、恋爱、婚姻还是照顾孩子上，总是紧握着拳头，仿佛面对着一场场严峻的战斗。直到中年，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失败，我们才开始慢慢学会松开紧握的双手。在我的阿勒泰中，女儿因为弄丢了奶奶而自责，而母亲却轻松地说，找回来不就行了？我也常常弄丢东西。这部剧展现了女性最极致的从容与自在，她们的生活态度是如此的自由、轻松和豁达。那是一种经历无数风浪后的从容，一种对生活苦难的淡然处之，一种游戏人间的洒脱。犯错并不可怕，重要的是能够及时补救。当一个女人开始放松，她身上就会散发出一种独特的美，这种美充满了生命力，因为只有放松才能让生命流动起来，流动带来连接，而连接则带来滋养。3. 女人30岁以后如何活出性张力？有人在总结出了一个性张力公式，性张力等于能量乘以潜在欲望除以外显欲望，再加上一点点外表做加分项。讲到这里，我们似乎明晰了性张力具体是什么，但如何才能表现出来呢？需要刻意的减肥吗？需要微调拉皮重返青春吗？其实这些都不用，因为清冷有清冷的美，热情有热情的美，少女有少女的灵动，熟女有熟女的韵味。无论是哪种气质的女人，找到自己，忠于内心，才能从关系里体会到快活。提升性张力，关键在于自信，只有自信才能让人充满能量。那些性张力强烈的人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，总是散发出一种坚韧和果敢的气质。这种气质并不仅仅源自外表，更多的是内心深处的自信光芒。这种自信来自于对自己身体、知识和能力的肯定，它不是虚伪的逢迎，也不是盲目的追求他人的认可。这种自信的情绪是身体里的一股力量，让人感到更加强大、独立和有个性。因此，人们会被这种力量所吸引，情不自禁地想要靠近，即使知道可能会受到伤害。只有真正从内心深处认可自己、珍视自己，才能恰到好处地展现自己的性感魅力。身心强大的人，性张力自然更强。性张力伴随着一种控制力，一种自信的坚定，一种我行我素的执着。他们知道自己的魅力所在，渴望与人建立联系，但同时保持着主动权。这是一种强势的性感，一种掌控全局的感觉。因此，
想要增强性张力，就必须从身心两方面着手，加强身体的敏感度，培养平等的观念，建立一个强健的身心。具体方法一共有4个点。1、适当眼神交流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性张力中的眼神交流实际上是一种观察。当你在约会时，如果注意到对方的目光四处游移，或者他不停地抖腿、抠手，你可能会感觉到他有些紧张。这是因为缺乏眼神交流通常意味着缺乏自信，甚至不敢直视你的眼睛。眼神交流本质上是一种自信的表现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当你试图与一只猫对视时，你几乎无法捕捉到它的目光？同样的，当你与野生动物相处时，直接对视是不恰当的，因为这种对视并非交流，而是一种带有侵略性的审视。因此，在约会时，如果你愿意与对方进行更多的目光交流，这实际上表明你并不畏惧潜在的冲突，反映出你内心的强大和自信。这样的行为会给对方一种强烈的感觉，至少在精神层面上，你的力量是超越对方的。那些喜欢眼神交流的人，往往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预测你的思维、情绪和想法。他们能够通过你微妙的表情变化来判断当前的情况。然而，眼神交流也不宜过长，因为过度的凝视可能会让对方感到不适。2、把握克制力。通常我们谈论某物具有张力时，会想到戏剧。戏剧之所以引人入胜，是因为它的情节充满波折，结局往往出人意料。简而言之，就是存在一种强烈的反差。正是这种反差，赋予了戏剧独特的张力。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，在最炽热的时刻戛然而止，这种震撼人心的转折点，正是张力的体现。那么，为何要表现出一种克制呢？克制不仅仅是外表的平静，它背后蕴含着许多深意。比如，在各种场合中，无论是品尝美食还是穿着打扮，都能恰到好处，展现出得体的风范。一个真正具有性张力的人，往往拥有丰富的生活阅历，对美食的鉴赏，对服饰的讲究，以及对礼仪的精通。这些元素共同塑造了一种内敛而有节制的形象。这种克制不仅让人感受到一种界限，仿佛在说请保持距离，它还代表了个人的精神领地。同时，这种态度传递出一种拒绝的信号，让人觉得你珍贵而不可轻易接近。克制的人往往给人一种错觉，仿佛他们不愿与人分享任何东西，从而在潜意识中提升了自身的价值。性张力与魅力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特质。魅力无需反差，它如同阳光般温暖而普照人心，而性张力则如同一个深邃的黑洞，具有强烈的吸引力。它结合了外表的平静与内心的澎湃，激发出人们的好奇心。3、增强生命力。生命的活力往往通过食欲展现出来。吃和性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，都受到大脑中相似区域的调控，尤其是下丘脑。它在维持饥饿感和性欲平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科学研究揭示，无论是进食还是性行为，都能激发大脑释放多巴胺。这种神经递质带来的愉悦和满足感，成为推动我们行为的强大动力。我们常说食色性也，这不仅是一种生活哲学，也是对人类本性的深刻理解。食欲的满足，某种程度上是内在欲望的外在表达，它透露出一种原始而迷人的力量。当一个女生展现出对美食的喜爱，或者对美酒的偏好，这些看似简单的嗜好，却能赋予她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。当然，这种生命力的体现并不仅限于饮食，它还体现在一个人的精气神上。若想提升这种活力，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便是投身于运动之中。4、不怕冲突。曾经听过这样一个观点，一个人踏入会议室的那一刻，
你几乎就能感知他是否是赢家，因为失败者往往过分关注他人的评价，行动起来畏首畏尾，而真正的赢家，他们内心没有恐惧，不会被在场的任何人所束缚，他们只专注于如何清晰地传达自己的观点。要想成为一个不畏惧冲突的人，核心在于无欲则刚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2个方面。要么你拥有足够的财富，要么你的精神境界达到了一定的高度。那些境界高的人虽然也有欲望，但他们的收入总是比欲望多那么一点点，这意味着他们能够驾驭自己的欲望。如果一个人更看重自己的感受而不是金钱，那么他就会散发出一种力量，一种坚定而温柔的力量。这种坚定感从何而来呢？要么是通过内在的修养，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，要么就是通过外在的努力，能够赚取满足自己欲望的财富。比如胡军，他给人的感觉是无所畏惧，他有一种底气，而梁朝伟则是表现出一种从容不迫，因为他知道自己足够优秀，所以显得轻松自在。因此，强大的内在力量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。总的来说，性张力是一种能让快活翻倍的佐料，指引自己去找到内心最有能量、最锋芒、最有爆发力的撬动点。所以，活出性张力最重要的是问自己，我在什么状态下最悦纳自己？或许是看到有趣的东西，抓着身边人想要分享的鲜活表情，或许是吃到可口的美食，摇头晃脑、欢欣鼓舞的灵动笑容，或许是待在意中人身边一时兴起，突然挠他一下的调皮，或许是一时兴起，独自对着月光喝一壶酒，跳一支舞。性张力是一种生命状态，对于身心健康的女人来说，她不需要你学习怎么拥有性张力，它就待在你的活力、快乐和放松3点之间，藏在你早已被遗忘很久的生活角落，静静地等着你。它本来就在你的生命力，你只需要好好活，好好生长，好好取悦自己。愿你活色生香，不负韶华，鲜衣怒马，不负少年，永远做自己的性张力掌舵人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